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它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地区最早的居民是努米底亚人。努米底亚一词是古代罗马人对努米底亚人居住地区的称呼。古代努米底亚人大致居住在今阿尔及利亚境内。从公元前6世纪起，迦太基逐渐向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扩张。当地居民在同迦太基人进行长期斗争中，形成了2个王国。公元前3世纪末，努米底亚王国在国王马西尼萨领导下，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强国。第2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在马西尼萨的支援下打败了迦太基。罗马人毁灭迦太基后，西侵努米底亚王国。努米底亚王国在马西尼萨的孙子朱古达领导下进行了反侵略战争。到公元前46年后，努米底亚王国和毛里塔尼亚王国相继被罗马帝国征服。到公元5世纪末，罗马帝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被汪达尔人所取代。此后，拜占庭帝国用武力将汪达尔人逐出阿尔及利亚。需要说明的是，汪达尔人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只及沿海平原地区，山区和内地的努米底亚人仍保持独立。到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北非，征服了阿尔及利亚。8世纪初，大量阿拉伯移民同当地柏柏尔人融合，奴隶制社会开始被封建关系所代替。由于阿拉伯封建主的掠夺，从公元9世纪起，不断爆发以伊斯兰教异端形式出现的起义。11世纪后，阿尔及利亚地区相继处在阿尔穆拉比特王朝和阿尔穆瓦希德王朝的统治下。后来，阿尔及利亚以及周围地区统称为柏柏尔诸国。13世纪，在今阿尔及利亚疆域内出现了阿卜杜勒瓦迪德王朝，它同欧洲一些国家的商业联系加强，成为西地中海航运的主要基地。16世纪，西班牙入侵北非，占领凯比尔港等地。海盗巴巴路沙以支持阿尔及利亚人反抗西班牙侵略为名，占领了阿尔及尔。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及利亚国名就源自阿尔及尔。阿尔及尔最初是由建在地中海4个岛屿上的阿拉伯城镇发展而来的，在阿拉伯语中，其含义为群岛。1525年之后，这4个岛逐渐和阿尔及利亚本土连成一体了。从其名称上来看，阿尔及利亚既可理解为阿尔及尔市之国，也可理解为群岛之国。阿拉伯帝国之后，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整个北非又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由于远离帝国核心区，并且当地依然保有强大的地方势力，奥斯曼帝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大多浮于表面。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动荡的局势造成法国粮食产量锐减。为了解决粮食危机，法国决定就近从阿尔及利亚进口粮食。法国人由于刚刚经历大革命，财政紧张，没有立刻付款。阿尔及尔事实上的统治者侯赛因帕夏看中了法国的大国地位，相信与法国合作会得到好处，也就默许了法国暂时赊账。到1815年，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欠款已达到1800万法郎。1827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一场庆典活动上，侯赛因询问在场的法国公使皮埃尔，法国何时能归还债务。皮埃尔轻蔑地回复了句公务繁忙，没空回复。皮埃尔的态度让侯赛因忍无可忍，侯赛因于是用手中的扇子打了皮埃尔一下。事后，侯赛因帕夏拒绝按法国要求的方式登舰，悬挂法国国旗，鸣礼炮道歉。侯赛因甚至用炮弹阻止法方谈判代表上岸，这激怒了当时与俄罗斯和埃及结盟失败、内外交困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法国开始对阿尔及利亚实施海上封锁。法国时任首相波利尼亚克亲王提出，海外军事行动可以为国王争取急需的公众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查理十世于1830年6月命令法军登陆阿尔及利亚。侯赛因的军队无力对抗强大的法军，法国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阿尔及尔。就在侯赛因被逐出阿尔及利亚的第12天，法国国内爆发了7月革命。拿破仑帝国灭亡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国王查理十世也踏上了流亡的道路。王室庶出的菲利普登上王位，建立了奥尔良王朝。奥尔良王朝统治时期，法国军方和法国殖民派围绕着阿尔及利亚的管理权进行了激烈争夺。由于法国的驻军在维系法国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军方最终占了上风。由于遭到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法国直到1905年才基本完成对整个阿尔及利亚的占领。
据大英百科全书称，法国发动的残酷战争及其导致的疾病和饥饿，让阿尔及利亚的土著人口减少了近1/3。自法国军队从阿尔及尔登陆以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数量不断增多。初期，法国试图将乞丐、罪犯和各类麻烦制造者送往阿尔及利亚，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统治者并不欢迎这些人。后来，法方对移民做出了道德和身体素质方面的规定。对于1848年的农业殖民者来说，他们可以享有免费的交通、口粮、土地、住房、工具和种子、淡季的公共项目工作，以及经过3年富有成效的劳动后获得有保障的财产所有权。这吸引了一些希望改善生活前景的法国公民。到第1次世界大战时期，阿尔及利亚人失去了1160万公顷的土地。失去土地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或沦为法国地主的分成制农民、土地公司的农业工人，或流落城市当佣工，还有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当劳工。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也备受歧视和压迫。殖民当局规定，阿尔及利亚的居民分为法国公民和土著2种。殖民政府对非洲人任意进行迫害，不准他们自由集会和使用本民族的文字。随着法国统治的稳固，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法国于1845年按照国内的省区制模式，将阿尔及利亚划分为3个省。1848年，法兰西第2共和国建立后，法国调整了统治政策，宣布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天然组成部分。阿尔及利亚地理上接近法国，法国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国土向南的自然延伸。其他殖民地要么位置遥远，要么经济滞后，难以与法国产生十分密切的经贸联系，自然就得不到阿尔及利亚这般特殊的待遇。阿尔及利亚完全照搬法国本土的模式，设立了省长和省议会，不过所谓的法国化只停留在行政管理体制的层面。当时，阿尔及利亚实际上被一分为3，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施行法国普通法，欧洲人占少数的农村社群实行军事和民事混合统治，阿拉伯领土则完全处于军事管理之下。1852年，法国政局再生变故，路易波拿巴宣布恢复帝制，自称拿破仑3世。由于军队在拿破仑3世称帝的过程中给予了一定支持，拿破仑3世投桃报李，他支持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殊地位。拿破仑3世还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人公民资格，让他们在名义上成为了法国人。但说着阿拉伯语的新法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完整的公民权。拿破仑3世只是想借此消弭阿拉伯人的反抗。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在卡比利亚山区爆发由穆罕默德·莫克兰尼领导的大规模起义，斗争坚持10个月，一度将法国侵略者逐出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由于法军在战争中表现糟糕，殖民派游说政府，希望将军队势力逐出阿尔及利亚。法国政府最终同意将阿尔及利亚的管制权下放到殖民者主导的民政部门，法国军政界派出的总督反而成了摆设。此后，阿尔及利亚迎来了新一轮的欧洲移民潮，当地的民族结构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以法语为代表的法国文化逐渐深入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中。这些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后裔被称为黑脚。黑脚认定自己的法国人身份，将阿尔及利亚视为自己的故乡，这进一步推动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化进程。这个只占阿尔及利亚总人口10%左右的群体，由于法国政府的支持，掌控了当地的经济命脉。1880年，法国议会以立法的形式将阿尔及利亚纳入法国本土。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们开始了瓜分非洲的狂潮。法国不甘落后，于1880年至1920年将大半个北非和几乎整个西非收入囊中。阿尔及利亚的南部疆界也不断拓展，截止1902年，阿尔及利亚的地理疆界正式确立。阿尔及利亚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庞大的移民群体与法国经济的深度联系，成为了法国版图中的特殊存在。进入20世纪后，阿尔及利亚民族思潮开始觉醒，精英穆斯林阶层开始倡导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性质，希望从法国获得独立。二战期间，法国战败，阿尔及利亚接受纳粹德国傀儡维希法国的统治，与盟军一方的自由法国相对抗。1943年，盟军夺回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成为自由法国的兵源地，无数青年为法兰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量的人员伤亡，进一步催化了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意识。法国人粗暴地压制穆斯林的独立意识，甚至直接逮捕独立派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非但不履行战时答应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诺言，反而加强统治。1945年5月，法国殖民当局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有 4.5 万人被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被监禁或流放，许多进步组织遭到取缔。1947年以后，阿尔及利亚数十万人举行了罢工和游行示威，并成立了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要求立即实现民族独立。1954年11月1日，新成立的民族解放阵线在奥雷斯山区举行了武装起义。当阿尔及利亚人正式宣战时，法国的帝国政策正因另一个重大事件陷入混乱。在奠边府战役决定性的失败后，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已然因在越南的失败而满怀怨恨的法国政府，决心不再做出任何让步。此时的法国是实行内阁制的第四共和国，由于内阁更换频繁，导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为了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一部分军人在1958年发动政变，建立实行强力总统制的第五共和国，戴高乐被推选为新任总统。戴高乐上台后曾高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以此表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属性，以及自己不会让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版图的决心。为集中精力保住法属阿尔及利亚，法国于1956年接受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独立地位。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起阿尔及尔战役，试图瘫痪法方行政机构。为阻止武装起义者的袭击，法国军方对嫌疑人施以酷刑。在付出近10万人伤亡的代价后，法国于1962年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地位。2018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承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存在系统性虐待行为。由于害怕被穆斯林报复，在独立战争期间，约140万黑脚逃离了阿尔及利亚。1962年9月，阿尔及利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定国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本·贝拉在总参谋长布麦丁为首的军队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理。1965年6月19日，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布麦丁发动政变，推翻了本·贝拉政权。1978年12月27日，布麦丁去世，本·杰迪德·沙德利接替了布麦丁职务。沙德利执政后，主张扩大民主，注重团结，缓和国内各派间的矛盾。1991年12月，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大选。第一轮结果显示，伊斯兰拯救阵线党获胜。阿尔及利亚军方以防止出现一个由极端主义者领导的强权政府为由，取消了选举。阿尔及利亚内战随之爆发，导致大约10万人丧生。2005年9月，阿尔及利亚就布特弗利卡政府提出的大赦提案举行了全国公投。该提案于2006年获得通过。内战结束后，布特弗利卡凭借着军方的支持，以 74% 的支持率当选为阿尔及利亚总统。作为能源大国，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石油与天然气出口，能源出口占其外汇收入的 95% 以上，国民收入总值的 30% 以上。与邻国突尼斯以及摩洛哥不同的是，阿尔及利亚的旅游资源并不发达，难以吸引外国游客与投资者。因此，自2014年油价暴跌后，阿尔及利亚经济与财政便陷入困境。自2013年以来，阿尔及利亚的外汇储备缩水近一半。阿尔及利亚政府官方的数据表明，若使财政预算平衡，油价必须超过每桶99美元。2014年以来，阿尔及利亚试图调整经济结构，使产业更加多元化，但收效甚微。2019年，在民众和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盖德·萨拉赫的压力下，布特弗利卡宣布辞职。同年12月，阿尔及利亚举行大选，前总理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当选为新任总统。